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欢迎大家多多的留言，表达您的看法。好，来欢迎今天3位来宾。首先是清华大学讲座教授张燕婷教授，何荣好，大家好。另外，大同大学电机系助理教授张群宇老师。何荣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还有淡江大学财经系教授聂建中老师。观众大家好。好，今天首先带着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关心的，就是这个礼拜在中国大陆晶片上面这个领域呢，传出重大新的突破。是路透社他们调查发现，中方秘密在深圳一座高度戒备的实验室里面呢，打造出了 EUV 的原型机。这台 EUV 原型机啊，是由曾经在艾斯摩尔任职的工程师团队所打造出来的。他们透过逆向工程仿制艾斯摩尔的 EUV 光刻机，而中方这台原型机呢，宣称已经能够成功产生极紫外光，但是还没有办法制造出这个可用的晶片。而北京方面现在设定的目标是在2028年之前，以这套设备制造出可用的晶片，但更确切的时间点会是可能落在2030年。不过，《金融时报》就是英国的媒体啊，则是认为中国大陆目前掌握的晶片技术只是升级版的，就是艾斯摩尔旧型的 TwinScan Next 1980i 系统而已。好，路透社现在爆料，这《金融时报》也做出了他们的分析。不过，我们要问张老师的，就是中国大陆在自主研发这个 EUV， 其实他们一直不断在尝试，尤其面对美国施压给荷兰这样的一个围堵封锁之下，挑战跟突破的方式怎么看？那其实因为这个中美之间已经打了这么多年了，那我们也知道说，其实这个从川普第一任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有这个部分。那其实在中国的这个部分，他们其实很早就已经认知说，既然我买不到，或者是只要是别人的，就有可能我就有可能受制于他。所以其实，在那个之前，其实就已经在开始所谓自己想要能够可以自己做，就想办法自己做。那针对这个部分来讲，那甚至在今年年初，其实就已经有传出来，在深圳的时候就已经有所谓的这个有一张在神秘的实验室有一张这个照片，那号称说是 EUV， 因为那台设备上面有写前面3个字写 EUV。那但是后来被证实说，它其实是这个 EUV 光源里面的一个干涉仪，量测的这个部分确认或者是这样验证的这样的一个设备。那但是呢，其实在这过程里面，其实这个今年来讲，其实已经好几度这样子，一下子可能有人传出说有这个风声，一下子又没有很确实的这个证据。那实际上来讲，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中国其实第一个一定是倾尽国家之力，然后呢，第一个不会是只有一个单位，它会是好几个研究单位把这个所谓的这个曝光系统，我们叫做曝光机，中国大陆叫光刻机的这个东西来做拆解。我所谓拆解是一台这样子的一个曝光机的一个系统，它其实分成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包括我们所熟悉的这个光源的部分，对，有所谓的这个 DUV， 我们叫做深紫外光。那更短的这个紫外光，我们称为 EUV 极端紫外光。那 DUV 它的光源的波长是193奈米的这样的一个波长，那 EUV 呢是13.6奈米，这2个相差其实非常非常的大，差了10几倍。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这2种不同的光源，它在设备上，在所谓的制作的原理上来讲，就有很大的差异。那这个第一个部分光源来讲，其实中国大陆其实有很多的研发部门，或者甚至很多的公司，其实都在做这个研发的这样子的一个开发。那在这里我们有这边提到是说，尤其像最近提到的这件事情，就是这个有一位曾任这个艾斯摩尔的这个中国籍的科学家研究人员林楠，对，他这个发表了一个最新的这样的一个研究成果。那主要来讲，就是在针对这个光源的这个部分，荷兰的艾斯摩尔的它采用的这个技术是用2氧化碳雷射把这个锡的液滴，这个在高压的环境之下去轰击它，那这时候轰击的温度是22万度，所以是非常高的一个温度。那接下来还要再轰击第2次，那把
这个第2次的轰击的时候，才会产生出这么短的紫外光。那因为这样子来讲，所以就导致了这样子，它整体的这个效率其实没有很高。是，那这当然也有延伸到我们所说到说，为什么用 EUV 这么耗电？因为它其实在这整个过程里面，它其实这个雷射产生这个极紫外光的这个效率，对，其实没有办法很高。是，那中国大陆呢，因为这个受限的问题，所以它没有办法取得这个2氧化碳的雷射。那因此，雷射的光源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开发，或者是来想办法自己做。那他们就想到，就是像我们所谓的这个固态雷射。那固态雷射的意思就是说，就像我们这个大家都看过那个雷射笔，教学用的那个雷射笔，对，我小小的一颗我就可以打出红外线。是，现在它可以做到瓦数很高。那所以呢，林南这个的研究就是。我既然没办法取得2氧化碳雷射，我就用这个固态雷射的方式来产生出这样子的一个光源出来。那当然，这个目前来讲，这个研究成果证实这个方向是可行的。那但是这个效率上来讲，还是没有办法真正量产。就金老师这样的分析，其实就是说，只是时间问题哈。现在已经有原型机出来了，那虽然现在还没有做出可用的晶片，但是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啊。那现在除了光刻机，就是硬体这边部分之外，晶片的领域哈，在这个礼拜也有一些重大的讯息啊，也是突破。AI 晶片新创公司叫木犀，他们在这个摩尔县城之后呢，创造中国大陆新一波的 AI 晶片浪潮。怎么说呢？因为在12月17号，木犀登陆这个上交所科创板，在盘中一度创下了新高点啊，飙涨到突破了755%，最终呢，这个收盘的时候呢，大涨了将近7倍，成为最近以来中国大陆资本市场最受到瞩目的焦点。木犀这家公司呢，其实是在2020年由前超微的员工叫陈维良他所领军创立的，他们专注在全端 GPU 还有运算平台上的研发，而目前呢，木犀也是中国大陆少数能够达到千卡丛级、大规模商业化应用的 GPU 供应商。而摩尔县城它的表现也是不遑多让。12月20号呢，他们发表了新一代的 GPU 架构，叫花岗，号称这个算力密度可以提升50%，能效呢提升10倍。其实不管是木犀也好，还有包括摩尔县城另外就是大家所常常听到的寒武纪这都是中国大陆呢都被认为说是像美国辉达一样，就是未来的这个后起之秀。所以聂老师怎么看因为光是木犀的 IPO 第一天股价就大涨了7倍。您从财务的角度去看我们可以理解的就是说，象征的市场非常看好它未来的后市，就是大陆的晶片自主生产的商机。那我们也知道研发需要非常大的资本，所以在资金面上看起来这问题是不大的，对吧 ？OK， 你先讲一下这个。当然，它 IPO 之后，当然资金就更进来了嘛。对。那当然涨了7倍多，这是一个非常算是可怕的这个数字啊。这个量大到这个在股市中，这个只要去买的不是就大赚了吗？但我们都知道股市如潮水有涨有跌，你也不可能说它就一直涨下去。但是一出来就这样这个亮点就这么亮，这绝对有原因。我想跑不出2个原因第一个呢，大家都知道现在是一个 AI 浪潮嘛，走这个趋势，只要高科技的它就会被肯定。但是你必须加到另外一个，就是它必须真的有价值。什么价值呢？它必须要一些很高超的所谓的技术的深度是被突破的，而且这个突破要被肯定。好，那我现在讲一下，我常常在讲说，中国这个真的像一只潜在海中的龙，它过去在浅滩招虾戏。它现在深海中呢，真的游龙真的是活力高的不得了。它已经吸收了非常大氧气，练了一身的 muscle， 所以谁来他就一直要挥一个头或者甩个尾，对方都会看到它的 muscle 之大，会担心。而且我觉得这只龙还生了非常多的小龙在里面。各位，半年前你也听过这个新凯来，对不对？大家知道，在这个突然神秘出现，这个叫这个 Semicon China， 哇塞！一展秀的时候，大家知道刚刚讲这个光刻机这 EUV， 大家说哇塞，这个你又开始追上艾斯摩尔了。你刚刚讲的寒武纪等等，我们都不要去细数，这些小龙太多了。你刚刚讲到木犀，又讲到这个摩尔县城，我跟你讲，一家又一家，而且每一家都说，之前都不太知道，都浅浅游在海中的小龙，怎么一出来就这么的凶猛，一冲就冲很高。我跟你讲，这就是他们的深度真的突破到一定的水位。刚才呢，这个老师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中国现在布局整个他们的科技是遍地开花，全国起之全力。而且这真的是用钱去扎下去。您刚刚也提到钱，
各位回想一下啊，当这个习近平上来的时候，他们刚开始丢的叫这个红色供应链，红色供应链很快的隔年就打出了所谓中国自主的 China Creation， 叫中国制造。那这时候呢，就在2014年扎了非常大资金啊，1387亿，扎就叫大基金一起计划。从那个时候你就看到他们准备科技突破，所以2015年写的这个中国制造2025，我们谈了很多次 China Creation 2025，最重要的他开始讲的2、3、4、5、7、8、9、10的2是什么呢？工业化和资讯化。工业化它要做到制造强国，它现在已经是制造最强的国家了。我想啊，它的制造业不但已经很强，而且还是突飞猛进。美国是空洞化到不得了，现在美国不管其他地方多强，光这个制造业，它大概就忧心忡忡，不但忧心忡忡，会胆战心惊，会害怕中国。第二个呢，我在讲它的第二个话叫做资讯化，资讯化就走科技这一端。各位，它的科技资讯现在已经走到，我想真的不是我们现在凭空所以想象说中国到底多进步，是可以去想想为什么美国要抓这个新疆的这个所谓的这新疆的问题，这个是所谓的人权问题，很清楚，新疆就布局了39个算力中心，这都要 backup 当未来的 AI 整个算力的支持。它这个都完整建立，而他们现在虽然我们都知道它很内卷，就是因为所生产的所有制造业加上科技资讯化所做的科技业的东西都便宜到吓死人，而且速度又快，所以它第一个广，遍布开花；第二个深，很快速的可以做出一个科技含量够高，而且让全球都担心的。那这个最重要就是成本又低。当成本一出去的时候，包括军事力量，我还跟人家开玩笑说，他打一个这个，就算不是很远程飞弹，只要美国有一颗飞弹这个防空罩要去挡它，他可能丢100万过去，美国可能要6000万去挡。也就是我的意思说，中国所做出的东西都非常便宜。你看电动车啊，什么电池，所有的东西都这样，一样的东西，他们的东西一一的突破。我们现在看到不但是科技的突破，还有它的成本的优势。还有速度之快，以及这个我们讲它未来的电力这个储备，我觉得整个就是您说它怎么看这个中国整个的 AI 的趋势的后市呢？对，我觉得我跟你讲，这个现在我们普遍来讲，它除了晶片被质押，它没有办法拿到最先进制程做到完整以外，但是大家也一直在想，它迟早会追上，这是事实。那整个我们讲霹雳开花之后的中国，从成熟制程到 AI 的整个后市趋势。它已经超越了，它还直飞向上。我觉得未来的后市不可挡。对，您刚刚点到一个重点，就是说这条大龙它下面还有非常多的小龙啊。其实刚刚讲到的，包括寒武纪啦、摩尔县城啦，还有像是木樨啊，我特别去看了最近一篇报道，他特别点到的就是摩尔县城的部分。他说，其实像摩尔县城有很多他们的就不管创始人也好，或者说他们里面的这些创始的员工，其实都是生前在包括像刚刚讲到的超微啊，还有包括像是辉达的前员工，而且他们懂得的是整个 GPU 建立起整个 GPU 的生态系，它不只是做 GPU 的晶片，所以他们的实力真的是不容小觑哈。那当然，现在看到的就是说，在中国大陆的晶片科技宣称不断持续突破的同时，总是会有人唱衰啊。纽约时报是批评呢，但是他们批评的是谁呢？是批评川普。奇怪了，这个川普呢，他们怎么批评啊？他们说，川普开放 H200禁令。这个是一个灾难性的晶片政策，而且成了中国大陆最大的助力。报道说呢，川普政府向外界宣称，向大陆出售晶片会使得中国更加依赖美国产品，阻碍提升本土产能的努力。但中方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川普在宣布出售 H200的决定后几天，那就看到中国大陆呢宣布追加投资700亿美元，用来提升本土晶片的产能。而大陆的官媒《环球时报》更是直接表示，辉达的先进晶片只会被中国大陆的科技业作为呢完成本土替代产品的过渡之用。最近也看到，包括德国媒体《商报》还特别有一个标题，他说感谢川普让习近平成为了2025年的最大赢家。我要问的是，川普他开放 H200这个你说政策真的是反反复复。将军您看哈，这个政策为什么一直举棋不定，说要封，但后来又开？我认为这个川普的这个政策，它的方向是拿捏不定，很矛盾。对，因为我们知道 H200比 H100，它是高效的运算器跟这个 AI 啊，它两个AI 伺服器啊，两个结合在一起。现在如果不开放，中国大陆是时间问题就过度就会研发成功，迟早的事。对你要不赚这一大笔？你要赚这一大笔，那你就卖。你卖的话，中国大陆它会逆向工程帮你做出来，它会迟早要取代。那你不卖，你这一笔钱是赚不到。是中国大陆也就迟早会出来，只是时间问题。那你不要赚这一笔。今天川普，我认为他也是做了明智决定。
在商言商，我先赚钱，入袋为安。我有钱干嘛不赚？我不赚的话，再过2-3年，这个按照摩尔定律啊，这种是没有好光景。你要马上由这个尖端制程，马上变成成熟制程就出来了，人家也会做啊。那中国大陆它有没有这个条件？中国大陆有这个条件，逆向工程就进来，而且中国大陆我们知道，在这个半导体、在算能的领域中获得了非常多的专利，所以他有这个能力啊。所以我认为川普他说，那我这样子，那我就先赚这一笔再说。我不赚这一笔，你迟早你也会做，那我没有办法赚到。那好，那这样子有没有帮助中国？有，中国大陆当然拿钱买了，你这个都是尖端的。但是我这个中国大陆一项逆向工程，他就做出来了。他知道本来散热中国大陆有困难，都会到最后蛮热的嘞。但是我一这样我也知道了，拿了H200之后，我知道散热要怎么改良，我知道了就改良。花了2年改良，它也散热成功了，算力也快了，散热也成功了，中国大陆也会了。但问题是美国赚到钱啊，对，那中国大陆提早了1年或者2年，它也达到了这个从尖端制程过渡到成熟制程，它也会做了，变成双赢。所以川普今天讲要双赢还双输，对，那川普走双赢，我先赚钱，你赚提前量。你提早2年达成，所以川普后来他会精打细算。对啊，那宁可双赢路线，也不要变成双输路线。真的，将军讲到重点哈，这个从来都是双赢，而不是零和游戏啊，不可能永远都是赢家。那等一下来看，当然中美之间的竞争是永无止境的，最新的战场在玻利维亚，马上回来。欢迎回来。除了晶片战，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资源战啊。这个中美双方现在在南美也布局资源战，要争夺的是高科技产业所需要的原料。而最新的战场就在玻利维亚。玻利维亚蕴藏的锂矿是排名全球第一，那产量呢？这个就是蕴藏量啊，高达了2100万公吨。跟阿根廷还有智利呢，因为他们一起拥有58%，占全球58%的藏量，所以呢，他们并称为南美锂三角。从2006年开始啊，玻利维亚在近20年来都在外交上是倾向中国大陆的。不过新任的玻利维亚总统呢，就是中间派的这个罗德里戈·帕斯呢，在11月上台以后，面对通货膨胀率升到20%以上，创下30年来的最高。那所以呢，他宣布要向川普政府寻求金融援助啊，同时向外国的投资者开放巨大的锂矿藏。好，现在拿着巨大的锂资源来向美国求援，那这样会真的就是颠覆了中国大陆对于南美锂矿的一个控制权吗？而且我要问的就是，聂老师，您觉得美方帮得了这个忙吗？中方又会坐视不管吗？我先讲美方能不能帮忙。大家都知道，最近他们丢出了一个新的法案，叫 NSS 嘛，是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国家安全战略。但这是什么版？缩小版，战略缩小版。也就是他知道他自己力量真的不太够了，制造业空洞化，钱有限了。我努力的要 MAGA 把钱弄进来，就全球当提款机，努力的把各种好的资源弄过来。造船业要弄也缓不济急，这个晶片从台湾很好带了啊，一下弄几个厂过去，弄一些技术人去，可是要好几年之后，所有的舰艇、军舰，所有的东西要盖，他们现在制造能力缺，所有东西都要好几年之后，那所有东西都已经落后他们现在一个最大的对手中国的时候，他有能力吗？因此，他 NSS 的重点就是各个我的民主盟友，请注意，你们以后呢要自己要照顾自己好。我会支援你们，但是你们要承担自己责任，有没有？里面最重要就在强调这个，所以他有没有能力？说有还是有，在全球民主联盟之下，全球都知道最生活愉快，然后 GDP 最高，然后最享受阳光、沙滩、海岸，还是美国。感觉美国就是西方面就是最进步嘛。所以任何一个稍微有危机的国家，第一个想到还是美国，在整个国际中一定还是，尤其中南美洲，当然跟这个美国就是不管怎么样，南美这个也比较靠近。还有，我觉得现在主要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一次啊，在11月8号上任的这个他们玻利维亚才刚改选，对新的这个 PAS 这个总统呢，他是一个讲不好听是很保守派的，也是比较右派的，是比较属于现在当然就是现在全球都右派都变政治里面的主流，对不对？也比较请这个美国这边呢，因此他还有，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他为了要自救，因为他们这次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结构性破坏的经济问题。他这不是通膨而已，让民生这个问题是，他根本没有钱还外债了。他的整个外汇储备啊，啪，突然大降了85%，整个那个 foreign reserve 已经缺空了，他没有办法还，他必须用一些招数，有他的资源去求援，
世界最大的老大哥还是美国，对，这是一个主要原因。但是我觉得他可能搞错一个地方，就是我刚讲 NSS 这个问题，美国已经不再是过去那样的美国了，而这 BUS 呢，他搞错一个东西，他跟中华民国以前在1919年就已经签约，当然后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了很多的位置。1985年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约到现在，其实非常友好的，一上来就要砍断，就要拿部分过去的资源要去向这个美国讨好。我觉得你看出来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总统他可能认知有限。因为他国际宏观不够，他不知道这个世界的变局变成什么样。我相信这个，我们讲不管他的国多大，你刚讲的离三角嘛，阿根廷啊、智利啊，还有他这些国家都我们讲了，我们其实台湾是一个智慧城市很高的，那些国家智慧城市并不会很高。总统他认为他跟美国关系好，他其实并不了解国际宏观，他更不会知道中国已经发展到什么样。像我们所讲的中国的起步啊，外军事科技的力量，他不会知道，所以他会觉得我现在要救国了，先抓紧老大哥再说。那最后的重点就是你讲的，美国基本上先自救了，要不然就有部分利益去帮他了。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如果他真的做多了，中国再去插手，最后美国还是会被抵制到很惨。这才是关键，就是美国现在还有余力在经济上面去援助这个玻利维亚嘛哈。玻利维亚现在讲得很清楚，就是 show me the money 哈，我要钱啊，我就是要钱，我有锂矿场，但是欢迎你们给我钱。可是呢，在倒向美国的同时呢，也有分析，就是中信期货也指出啊，2026年将会迎来锂市场本轮周期最后的投产高峰，因为在全球这个锂资源呢供应量预计会增长30%，而增量主要来自于中国大陆、非洲这些地方的新建还有投产专案。那中国锂矿产的这个锂产量啊逐步攀升，明年预估将会超越澳洲，成为全球最大的锂矿生产国。产能攀升就会导致电池级的碳酸锂供过于求，所以造成了这个价格也持续探底啊。所以最近也看到中国锂业陷入了这个亏损的状态。而有亚洲锂都之称的江西宜春，在12月12号也看到他们发布了关于锂公告，注销27个这个采矿权的公示，计划要注销27宗采矿的许可证。所以市场就是这样子，供不应求跟供过于求问题都很大。那是不是意味着说，就算现在中国大陆失去了玻利维亚，张老师您觉得也暂时不会影响到中国目前在锂矿产业的龙头地位？好，那其实第一个我们先看的就是，为什么供不应求这个部分，我为什么要关闭的原因？那这个我如果关闭是因为我经营不善把它关闭，那当然是一件事情。可是如果今天另外一件事情是因为我在针对我的这个整个的发展里面，我把我整个包括所谓这个采矿的这个成本、提炼的成本，整个是相对比较高的，或者是造成所谓比较污染，或者是一些就是效率比较没那么好的，我把它做关闭，那其实是一个不见得是不好的事情。是。那所以呢，其实针对我们这个部分来看，其实这个供过于求这个部分来讲，其实主要来讲，它其实这个关闭的原因是因为价格太低，那所以对它来讲，我们都知道供需的这个部分的问题，所以我今天我如果把我的供应的部分降下来，我这个价格上来讲就会比较恢复到一个平稳、比较正常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是，所以第一个问题，它并不是因为这个就是相关的这个问题所造成，我才把它关闭的，并不是经营不善的问题。对，那再来讲就是说，我针对矿产这个部分，我们其实就跟先前所谓这个稀土的问题一样，你有产量，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来讲，就是所谓你的这个提炼的这个技术能力到什么程度，因为这个才是你整个完整的架构来看这整个成本，然后相关的这个整个的生产的部分。那在中国的这个提炼的相关的这个技术，其实还是相对是比较好的。所以在假设这个玻利维亚这个部分的这个矿产，它可能譬如说它可能比较偏向美国这一边，那因为其实包括中国在其他的这个非洲啦、澳洲等等这些国家，对，其实都已经签有长期的这样子的一个合约，所以对他来讲，量可能有短期上来讲有一点点受到影响，但是长期而言，对中国这个部分来讲影响不大。对，所以其实我们刚刚说就是说它是属于一个正常调控的问题啊，倒不是说这个真的是。如外媒所说的这个，好像陷入了一个非常艰困的一个情况。是好，那但除了锂矿之外，哈，其实还有
最近在南美这边，大家也这样说是在争夺石油吗？因为川普呢，他现在把矛头就是把这个焦点呢锁定在南美洲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也就是委内瑞拉的石油啊。因为川普最近不是下令吗？说美军扣押了这个委内瑞拉运输石油的影子船队，而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些影子船队呢，大约有900艘这个船只，大约占了委内瑞拉石油出口的70%，而大部分的运油的这个出处啊，就是给亚洲的买家，年收益估了一下，大约是80亿美元。到目前为止呢，仍然有75艘油轮在委内瑞拉的水域徘徊，而其中一半都被列入是美国财政部的黑名单。所以现在扣押委内瑞拉运到亚洲的石油，是不是等于间接的在跟中国大陆抢夺南美的石油资源啊？这一点怎么看，将军？我认为应该是这样来看，因为最重要是要除掉这个委内瑞拉的现在的总统马杜罗。哦，那马杜罗在这一方面呢，他是强调是跟美国走不一样的路线，所以美国才会去极限的军事施压，军事后来效果没用啊，这个 F-35、F-18都过去了，也侵入的委内瑞拉的领空，就是沿海的领空12海里嘛，他也来做擦边球，好像效果也有限呢。然后也做了这个我们讲的，现在就变成油轮管制，油轮要出去之后，因为委内瑞拉穷，他现在的国民所得每一年每一个人才1900块美金。它是发展中国家，就要靠每一年80亿美元的这种出口来赚它的外汇。那这样的话，哎呦，那是不是掐到它的经济命脉？经济命脉怎么办？那油轮管制嘛，不让你油轮出口。你只要这些运油的人不是运到这个美洲地区，你是运到那个亚洲地区，我就给你管制住，我让你掐到你的肚子，看你能够怎么样。是这样。第三个就是才是军事行动，所以美国是有节奏的，他现在是掐他的这油轮管制。那我看呢，这样子的话，看看马杜罗会不会政治转向，会不会做调整？我认为在这一方面呢，这个还要做观察，没那么简单。但是我们来看，那是不是中国在这一方面是不是跟那个美国这边强了，最后会拿下胜利？我认为美国会胜利。怎么说？因为美国有3大优势。第一个，美国有地缘的优势，美国的佛罗里达州距离委内瑞拉2200公里，我近。那中国大陆在北半球隔了一个太平洋，它跟委内瑞拉距离多少？2万公里，对，2000公里跟2万公里就知道谁的地缘影响大。当然，美国嘛就在我家旁边，这是第一个我讲的地缘优势。第一个，第二个，美国有军事优势，哪个军事讲谁投射到委内瑞拉投射最快？当然就是美国嘛，美国的航空母舰过去，美国的军舰过去，美国的战机过去，空中加油就过去了，2200公里啊，这些战略性。那中国大陆鞭长莫及，2万公里我没办法。美国只是隔了一个波罗，我们讲到的这个加勒比海，只是隔个加勒比海过来就到了，就是那么近，你怎么样？第三个，美国有历史上的优势。美国在1823年门罗主义，现在是2025年，200年了。门罗主义就讲说，美洲是我们美洲人的事情，你其他人不要碰。所以200年门罗主义了。那境外的想要来这个干涉，打破门罗主义，有这个历史上的困难。对。所以这样的，美国3大优势：军事上的优势、地理上的优势、门罗主义历史的优势。外国人想要插进来，你没有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这方面的力量，你想要一时两刻就要改变这方面的这种历史跟地理上的现实，我认为困难度非常之高。所以我认为美国在目前这个状况来看的话，美国占有绝对优势。就在委内瑞拉在美洲的话，就让刚刚这个将军在分析的时候，我想到鞭长莫及这4个字哈。那反之亦然。其实，在亚洲这边呢，同样美国能够使得上力，会像中国大陆一样具有这么强的实力吗？恐怕也是得考虑到地缘关系。马上回来。